嗨，大家好，我是安澜，祝大家朝朝如愿，岁岁安澜。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神秘又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袁世凯是中国最后一位皇帝吧？袁世凯只当了83天，但是在袁世凯之后，还有2个人称过皇帝，他们当了6年的皇帝，比袁世凯当皇帝的时间要多很多。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2位土皇帝的故事。嗨，大家好，今天我们到了湖南省湘潭市。刚刚安澜说了，我们到一个当了6年皇帝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呢叫石家大屋。目前我镜头的正前方是政府办公楼，是后面修的。在这个政府办公楼的后面就是石家大屋，也就是当了6年皇帝之久的石皇帝。为什么叫他石皇帝呢？因为他的名字姓石，全名叫石怀宗。这是一位经营布匹、煤油、纸扎的商人。自1936年起，他花了3年时间，共花费了银元有3万两之多，来建造我们镜头正前方的这个大院。这个大院大概有几百间房屋。现在我们就去探秘这位土皇帝之前所在的场所。现在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有2棵100多年的玉兰树，而且前面有一口池塘。刚刚在我拍视频之前，我已经花了接近半个小时寻找进去的路，最终我发现一条小路可以进去拍摄。因为现在镜头的正前方大家可以看到，上锁了。正常情况这里是可以进去的，以前这里属于政府办公的区域，同时也是一个工厂，但是现在已经上锁了，进不去。所以现在我就沿着之前找的一条小路进去，给大家拍拍里面的实际情况、实景。好，现在安澜，我们出发，注意脚下，注意安全。我发现这里好多田螺。石家大屋在这个湘潭县排头乡，这里呢山水环抱，玉树成荫，大家可以看到树木是非常多的，而且我在这里说话有很大的回音。好，走这边，安澜爸爸已经提前探过路，往左边走。然后往右边走，这里都是一条没法走的，因为之前这里都被上锁了。好，往前走啊，注意安全。全是玻璃碎渣子。对的。小心。今天幸好没有下雨，昨天晚上这里下好大的雨。好，再往前走，我们就可以近距离看这座石家大屋，这位石皇帝以前所在的皇宫。上面还在滴水。再往前走。好，现在就可以走到了。哇，看到没有？我们就是从这边走过去，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老的石碑。这个地方以前是政府征用过后，这里作为食堂的地方，炒菜呀、做饭的地方。好，沿着我们这个倒塌的这个夯土墙过去。好，等一下爸爸扶你。来，小心，小心。哇，
从这边，从这边，从这边过。来，爸爸扶你。好，小心。啊。还好今天穿的是裤子。对了。好，小心啊！好了，现在我们就到了石家大屋里面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啊，1936年，今年是2025年5月31日，算下来是90年，这个房子90年了。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周边两边全部是用夯土修筑的。夯土是什么土？然后房顶是用那种纯粹的木料。好，现在我们走到这个石家大屋的正前方，给大家看一下这座石家大屋的正门全景。啊，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就是石家大屋的正门，两边也是有玉兰树，2棵玉兰树，这些玉兰树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其他一些古树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右镜头的正前方上面写了餐厅，这就是以前这里作为工厂、政府征用的地方，还有一些沙树。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镜头的右前方有一块文保碑，我们近距离看一下。石家大屋，湘潭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立。石家大屋的介绍：石家大屋建于公元1938年。是一栋近现代的传统民居，大屋坐北朝南，三合土夯筑墙体，底层有部分砖砌，应以防潮，属典型的砖木结构，以小青瓦特色江南民居。屋内柱子为砖砌，并粉以石灰砂浆，墙面上有多处毛主席的语录，然后门前有几株白玉兰树。总共现成的面积有1000多个平方，其实石家大屋原址的话不止1000多个平方。我刚刚在视频开头说过，有200多间房屋，大概面积接近有8000多个平方，面积非常大。因为毕竟是始皇帝在这个地方100年前在这个地方称基登地，他的国号叫大中华佛国。他正式的称帝时间是1947年，并制黄姓佛旗为国旗，分左右丞相，左丞相叫王玉器，右丞相叫陈泰来，保驾将军叫屈兆白，军师张启芳。他的军队叫大中华佛国护国军，简称佛国军，总司令是陈德言。当然，这位皇帝他的名字不是我刚刚开头说的那个叫石怀宗的，是他的儿子叫石鼎武。他在这个地方呢正式称帝。陈实在这个石家大屋里面有皇后、妃子、女宫、男宫，还有一支皇家卫队。院内呢有石佛、石马、石狮，但是现在我们大伙看能不能找到这些石佛、石马、石狮。好，现在我们可以详细看看这座石家大屋里面的一些构造，然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位传奇古皇帝的一生。
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就是后面新建的这个工厂的一个办公楼。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这10家大屋里面还是保留以前的这种结构，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这种有特色的这种设计。然后黄梁啊、绢这种立柱啊，大家可以看到中间就是用绢块这种青绢白飞，然后外面用这种石灰粉砂的这样的一种墙。好，安澜，跟着爸爸我们往前走。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整个这个墙面啊，看不到绢，全部是用夯土把它堆砌的，而且这里之前做了2扇窗户。好，现在我们走进去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古朴的一个老房子。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写了一个门卫制度，所以这里面写的是什么？非本厂工作人员进场必须出示证件才能进来。好，现在我们看看左手边的这套房子。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里面也是这种隔了黄顶的，也全部是木质材料，里面布置的这种电线，以前这种厂房啊，作为办公场所的一个地方。你看左右两侧全部是这种夯土墙面，上面还很多人在上面做了涂鸦。这里写的是什么？中华民国。啊，这里应该是一个，以前这里是一个神台。啊，你看这上面写了是一些以前这些繁体字，什么草金蓝玉，看不太清上面一些字迹。这上面有一个小天井，类似于这样的小天井，但是盖了瓦片，便于采光。啊，这里就相当于一个废客厅了。然后这边就是一个走廊过道，全部都是这种那种绢块，以前都没有用水泥。啊，这个房子的高度啊，大概在13米左右。整体这个房子的结构啊，还是非常牢固的。虽然它用的是这种夯土，没有用太多的绢块来砌这座房子。这是一个木质扶梯，可以上到2楼，相当于上面是一个瞭望塔的形式。因为这里它毕竟是皇宫嘛，这里肯定是有护卫队在这里驻军，作为监视用。这已经歪了，这里已经烂了，我们就不上去了。好，我们再往前面走看看，整个这个房子进来，左右两侧它都是有一个2楼空间，然后这里是搭的一个台子，方便这上面比如说唱戏啊，或者是做其他的这种用途，或者是看台。在100年以前，每个大户型的房子、大户人家，他这个在进门的时候，它上面都隔了一层，上面都会搭一层台面。好，我们看看这边，你看这个房子都还有以前这种老式雕花的这种木料，作为一个保护墙面。全部是这种老式的木质结构。当然，这些玻璃啊，后面都是这里被征用成厂房以后，重新进行了一个改扩建。啊，这里还有好多这种丢弃的这种瓦，地板都还是这种木质地板。
刚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走进来的，前面就是毛主席语录。这个地方以前也是作为一个会客厅的另外一侧的会客厅，也就是整个这个大厅它左右两侧都可以作为一个会客厅。现在我镜头的这个正前方，以前应该就是这位土皇帝的正宫了，上面写的是奋进开阔奋进。这应该也是后期这里厂房租用以后啊，重新挂了一个牌匾，两侧都有一个蓄水池。好，我们从左侧进到这个正厅去。这里的草可真够多的。我们待会儿看看还能不能看到这些石佛石狮，看还能不能找到。小心，不搞到脸上去了。还好上面没有刺。嗯。之前看到有这种植物上面还有刺。对的。这种叶子好奇特。它这个全部是这种木质仓库，还有这种木板这种挡起来的，没有看到任何这种绢料痕迹，以及甚至这些房子都看不到钉子，完全是鲁班先生以前传承下来的这种技艺修筑的这样的房子。这个水泥应该是后面重新加注的。好，现在我们走到这个房子的大厅。以前这个地方作为皇宫的话，也还算是有那么一丢丢气派。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房子正厅的高度大概在20米的样子了。宽的话在15米左右，宽，相当于一个正方形这样子，接近正方形的这么一个厅了。非常里面安静，然后这两边有2个侧门，在以前老房子的话，基本上在这个正大厅呢都会开这样的2个侧门，方便上2楼或者是去里面的房间。好，我们进去看一下。好小啊！是的，你看这上面都有语录，然后一些事情的记载。这上面就是一头墙了，上面就写了一些诗句，也是夯头墙，没有用到石料，也没有用到砖块，全部是夯头墙，然后在上面做了一些彩绘。然后我们去右手边看一下，这里也是以前的一个厨房，搭建的一个厨房，这里看到灶台。30年前这个地方都还有人住，而且这里也是热闹非凡的一个地方。这里都保留了一些70年前的一些宣传标语，全部是这种已经废弃，甚至快要坍塌的这样的一些木质料。这里应该甚至这里都养了一些东西在里面，因为这里也修了几个水池，不知道做什么用途。应该是养鱼的。好，安南，我们去左手边。到这个地方，建议最好是2到3个人过来，1个人不建议过来，因为这个地方完全是没有人，非常安静的一个地方，安全系数不到10%。
现在这边的房子，用的是做了一定的改造，当初用的这种尼龙这样的布来做了一个吊顶。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都还有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这样的一首诗。沁园春·雪我们学过啊，这整个这个上面很多字迹已经脱落了，看不到了，因为毕竟它不是用的砖块石料，因为它的底层啊全部是这种夯土墙，所以脱落会非常快，再加上没有维护。好，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天井，类似于天井吧，与我们传统型看到的那种天井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当然了，这个地方还是天井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雨水啊、采光啊、纳凉啊等等休息的一个地方还是不错的。因为在80、90年前，玻璃还不是特别盛行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灯光啊各方面也不是电灯啊、电力这块也不是非常称肘的时候，它需要利用这种天井来进行一个采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墙面是诚心在这个夯土墙上面做了一些用黑色漆啊刷了，还有另外一种漆颜色刷了一层，上面做了一些标语、宣传语，但是已经脱落看不见了。这个房间都长了这些杂草野树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柱子，我感受一下看看，这颗柱子是石料，不是这种夯土墙，而且下部呢它的这个设计啊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色的设计方式。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底座啊用的这是这种砖块，但是高度的话不超过50公分，然后上面就全部是这种夯土墙，一直砌上去，大概20米高。好，我们再走下去。刚刚走了一圈，没有看到这个文保碑介绍里面所说的这种石狮、石佛、石像都没有看到，估计已经被移走了或者被损坏了。其实现在在这个大厅这里啊，我刚刚忘记说了，这个地方它也是设计的类似这种天井的形式，非常的好。好了，关于这座石家大屋，我们整体里面详细走了一遍，面积不大，毕竟它这里面保留的部分不多，很多地方在特殊年代被拆毁、被中印，还有倒塌了。因为夯土墙啊，他们如果没有人维护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倒塌的。现在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位土皇帝石鼎武。石家大屋是典型的四水归堂式的住宅，建造的时候呢，是经过人工开挖，整座宅院的地基以及周边的这种山体啊，形成了一个4米多高的沉积岩山崖，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屏障，设计呢就非常的精美。这个房子的设计还借鉴了部分的这种西洋建筑技法，比如在回廊石柱上实行了中西合并、新旧交融的这种设计思维。围墙，这座石家大屋周边以前是有非常高的围墙，它围墙呢厚度呢达到了0.8米，墙外呢有这种土豪基构筑成了防护带。整个这个石家大屋以前的房子接近有200来间。1953年的时候，这位土皇帝石鼎武在湘潭县义州河镇被公开判决处理
被执行死刑了，被执行枪决。然后他的儿子叫石金星，然后被他的后面的一些追随者臣子诚心拥立为帝，也就是1979年的时候。到了1985年5月，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将石鼎武的儿子石金星，也就是第2位皇帝，在醴陵开庭审理，结束了这一场荒唐闹剧，也就是土皇帝的闹剧。这位土皇帝石鼎武建立的这个大中华佛国，它主要来源是建立一个三七普渡的相当于一个教派，然后吸引当地以前一些当地人们啊，很多没有受到这种开化呀，很容易被这些迷信给蛊惑，然后纷纷加入了这位石鼎武创建的这种一个三七普渡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皇帝啊，在这个地方还是享受了6年的这种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利。当然，这种土皇帝他的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经历过清朝宣统皇帝退位宣布诏书，然后到袁世凯恢复帝制，又被迫下台83天后，再到这位土皇帝石皇帝，整个这样的一场闹剧不会持续太久。而且根据一些历史资料上记载，这座石家大屋啊，里面其实有防空洞啊，还有弹药库啊等等，非常多的一些建筑工事。但是现在我走了接近有半个小时，没有看到这些遗迹，也没有看到这些的入口。今天这个地方呢，蚊子特别多，因为这个下过雨以后啊，好多蚊子出来。我们这期视频呢，就暂时先拍到这里了。走进这座石家大屋，一种凄凉的沧桑感扑面而来。以前这里是多么的辉煌热闹，现在却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这让人深感惋惜。大家听完这2位土皇帝的故事，有什么感想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讨论。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下期视频再见，感谢大家的收看。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你们的点赞与订阅是我们制作视频前进的动力。再次感谢大家，下期视频再见。